道路安全是泰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公共卫生议题。尽管泰国已经制定了5期国家道路安全规划，但是过去的20年中，在道路安全方面进展依然非常缓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第5次全球道路安全状况报告，在2021年，泰国道路交通死亡率为每10万人里边有25.4人死亡，这一点在亚洲以及收入中上的国家中，死亡率算非常高的。在175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泰国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排第9位。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不完全的统计，2021年泰国有18000多人死于这个交通事故，相当于每天大概有5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在这些死亡的人数中呢，其中年龄基本上大部分在15岁到29岁中间的这个人群占比最高。摩托车呢，又是泰国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说摩托车的占死亡人数中也非常高，高达84%左右。这一点说明呢，摩托车占了泰国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此外，根据这个泰国发展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摩托车伤亡事故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在5310亿泰铢，和美金多少吗？和当时的美金是155亿美金。它这个数字您可能听着什么几千啊几百啊，咱们没有概念，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占了泰国当年 GDP 的3.06%。然后这个数字出来呢，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不对呀，泰国的交通秩序非常好啊，我感觉这儿开车大家也不乱，都按顺序行驶，也没有乱并线的，也没有说突然间乱窜马路上的这些情况发生，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伤亡呢？也就是说，大家实际感受的泰国交通秩序非常良好。那为什么摩托车还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呢？个人总结有以下几点。首先呢，是车辆安全。为什么我说这个车辆安全呢？泰国有很多这个摩托车、汽车，它都是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车，不是说这个年头长了就不行啊，关键是它没有经过正规的维修，基本上都是改装，然后维修就继续又上路了。然而这些老旧的摩托车，他们大概率不会去这种像 4S 店啊，或者这种专修店啊、专营店，他们一般都是去这种街边的修车铺。那这也很正常，因为泰国满街都是修摩托车的，但是他们中间的这个操作规范啊、技术水平啊，还有一些流程啊，就反正标准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安全性就不足。第二点呢是不专注驾驶。这个为什么又说不专注驾驶呢？因为可能大家都认为这个交通秩序非常好，我就顺着走我的就完了，也不会有人突然间并线夹在我前面，我就这么走。很多人骑摩托车的时候呢，就是一般都是一种情况，左手玩着手机，右手拧着油门，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左手玩手机，右手拧油门，所以这种情况呢非常危险。正常可能你正常走没事儿，但是千万别有任何的突发事情。一旦有任何的突发事情，那肯定就是交通事故。他反应不过来，这手还拿着手机呢，对吧？这手拧油门，然后怎么刹车呀？如果要换挡的，怎么捏离合呀？那大多数这种也都是踏板啊。那不管那些了，反正就是不够专注驾驶。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交通执法力度不够。为什么我说交通执法力度不够呢？这也是我在这个清迈这么长时间看到这个马路上的这些情况，也结合了这个社交媒体上，你看经常有那种无照驾驶、不戴头盔，然后被警察逮到了，罚了500泰铢，还得跟警察叔叔合个影。我觉得这个对法律或者说是对安全这方面都有点儿戏了，或者说过于儿戏了。大家可能把这个跟交通警察合影变成了一种打卡的情况，而没有人真正去反思真正的安全问题。第四点，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不戴头盔。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泰国这个城市里边，戴头盔的比例大概是45%，如果是在农村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地区，戴头盔的比例是30%，甚至很多人都不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数据呢，佩戴头盔可以降低大概72%头部受重伤的几率，可以降低大概42%的死亡率。假设在泰国骑摩托车佩戴率已经达到了100%，那么如果按照之前的数据推算呢，大概可以减少伤亡人数在7000到9000人。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聊如何安全驾驶，或者说在马路上如何能更安全。以后我会做一期节目，专门来说泰国的交通环境然后来详细的可能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如何去处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泰国的马路上如何开车，如何驾驶更安全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要说的是，在2025年6月1日，泰国政府呢开始执行了一项新的一个制度，我把它称为史上最严头盔令。它的全称实际是叫安全道路计划，这是人家官方的名称啊。那什么是这个安全道路计划呢？首先您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加强执法力度，它的范围呢覆盖了整个全泰国，大概是70多个府，要求每个府的交通警察呢都要划出重点区域来进行这个严查管控。就比如啊，这个学校周边，尤其是这个上下学的时候，他可能也查，没戴头盔也一样罚你。不是说你上下学早晚高峰，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您走了，不行，一样查。再比如这个旅游景点，比如在清迈，就可能是这个古城周围，就是经常会查的宁曼路那附近经常会查的那些地方。然后也比如是普吉岛，比如巴东海滩旅游区旅游的人比较多的那个地方，又比如什么曼谷考山路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旅游热门的地儿，也是严查的一个地点之一。然后就是这个事故常发区，就比如这过去几年中事故频发的这些道路，又比如这个夜间酒驾高发区，因为在泰国喝完酒开车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所以他在这个重点时间，也就是晚上的22点到凌晨的4点，要做一些布控和严查。那在这些地方查什么呢？除了常规的什么酒驾呀、没系安全带呀，其实主要查的是摩托车。摩托车查什么呢？就是没戴头盔。它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所有的摩托车驾驶员以及乘客都必须佩戴头盔。根据泰国交通法第122条，如果没有佩戴头盔呢，罚款2000以下的泰铢；如果乘客没有佩戴头盔呢，司机将面临2倍的罚款，这非常高啊，那就直接是4000了。也就是说，以前罚款500铢这种情况已经看不见了，现在再罚是罚2000铢啊。他说不超过2000铢，有可能还罚500铢，但是他说是可以罚到2000铢。这2000铢什么概念啊？2000铢合人民币大概400多块钱人民币。如果在北京不戴头盔，可能最多也就罚款200。我记着可能以前罚100，后来是不是变成200了？我不太清楚。但是现在这儿呢，也就相当于，咱就拿北京200打比方，它也超过了北京的1倍，相当于它的罚款力度比中国北京还高。也就是说，它已经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个不戴头盔的违法成本。但是我觉着呢，这个罚款不是目的，它主要的目的呢，实际是为了更安全，减少这个因为摩托车交通事故的伤亡率。另外有一点啊，泰国陆路交通法第122条中间最后有一条规定，是有关于僧侣啊、佛教的修行者或者其他宗教的修行者，或者是法院判他可以不戴头盔的这个一些人士，他在这个马路上驾驶摩托车是可以不佩戴头盔的啊。但是这一次这个说明中并没有提及这些人群，所以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到底他们应该佩戴还是不应该佩戴。不过作为咱们普通人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去纠结这些细节，最重要的是知道他要加强执法了，他的处罚力度要高了，这个才跟咱们息息相关。而且啊，记得不光骑摩托车要戴头盔，乘坐摩托车也要戴头盔。还是那个话，今天这个视频提醒您，让您戴头盔，不是为了让您避免那2000铢或者4000铢的罚款，是为了更加安全。其实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解决很多不可预料的问题。所以下次骑车，您会花5秒钟把头盔戴好吗？如果您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泰国相关的政策，以及提示他们安全驾驶，欢迎留言转发给您身边在泰国的朋友。我是南城华先生，萨瓦迪卡，再见。